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说，最危险的心理误区是把阴影投射到别人身上，这几乎是所有冲突的根源。心理中心称，有人把自己的想法或情感强加在别人身上时，就会发生投射，这通常是下意识发生的。有时人们会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到别人身上，当有人投射时，可能会把他们伤人的言论内化，并相信言论是真实的。但如果能轻而易举识别出有人在投射，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有承受力，而且不那么拿他们负面评论当回事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他人将不安全感投射到我们身上的3个迹象。开始了。压抑。科学对揭示压抑在投射中起到的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。1997年，莱纳德·纽曼和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，他们询问大家认为哪些负面特征最具威胁性，然后观察参与者对自己和他人对这些特征的反应，发现压抑自己情绪的人更有可能否认自己具有威胁性特征，但很快就说别人有这种特征。压抑者也避免谈论认为最具威胁性的特征。有趣吧？那么如何判断别人是提出合理的担忧，还是在投射压抑和不安全的情绪？下次认为有人可能在投射时，问问自己他们是否有这种特质，并努力否认或压抑它。以前有没有说过他们有多讨厌这个特征，或者对此反应强烈？如果是肯定回答，那么这可能只是投射，而不是合理担忧反应。小伙伴们有没有曾经迷恋过谁，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？如果有人问是不是喜欢上了谁，你会怎么做？会反应过度吗？会假装这个人很烦很恶心，以至于不可能喜欢他们吗？投射也是一样。根据国家认证顾问坦尼亚·彼得森说，反应过度是保护的主要迹象。如果有人把他们的不安全感投射到你身上，可能会注意到，即使没有冲突，他们也会对你非常生气，心烦意乱，你还不知所出。像所有心理防御机制一样，投射是对不舒服情绪的反应。这些情绪可能会导致有人对在你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大为光火，有些人的情绪反应与当时的情况不相称，他们可能会把这种不安全感投射到你身上。把自己从这种情况中抽离出来，可能也是个好主意。甩锅游戏。想象一下，你的伴侣即使没有证据就指责你出轨，而你从没想过要对他们不忠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今日心理学指出，这是投射的一个常见例子。在恋爱关系中，当我们自己想出轨时，我们可能会错误地指责我们的伴侣出轨。按照我的治疗师的说法，人们经常会把指责投射到别人身上，以使对自己的问题感觉更好。有没有小伙伴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有人开始莫名其妙的因为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责怪你，这可能是他们向你投射不安全感的迹象。当你意识到有人在投射时，就会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话与你无关，而是与他们有关。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你减少情绪爆发，并有助于驾驭这种类型的互动。现在我们想听听大家的心声，有人向你投射过吗？说老实话，你之前对别人有过投射吗？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个视频后，能够识别出有人将不安全感投射到自己身上的迹象。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，不要忘记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